既然这个上官小龙是负责发电报的，那就说明电台应该也在北池子大街那个院里。对，北池子大街这帮搞特务真会挑地儿，这就叫灯下黑。这样，你马上安排测向车在小院的附近进行监听，一旦确定院里有电台，我们马上就去抓人。是。先生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我还回去啊，还要跟那边联系，那我就先走一步，保重，保重。三哥，跟上面约的发报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这组长怎么还没回来？不应该呀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儿耽搁了？不会出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组长是久经考验的党国精英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三哥，时间到了，发不发？甭等了。电台就在院里，走。都推下来！快！郑强呢？想抓郑强没门儿。走。是。走。李四儿，代号夜郎的郑强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他去哪儿呢？你能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就是知道了，也不会告诉你。你小子嘴还挺硬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郑强是你们潜伏组的组长，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们是我们市局的头号要犯，在几次抓捕过程中都让你们侥幸逃亡。不，确切的说不是侥幸，是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。我想知道给你们通风报信的特务是谁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那我告诉你，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。自打我接受上峰的命令，在北京潜伏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行，你们说我是特务，我认。但我姐她真不是特务，你们抓她纯属冤枉啊！我们怎么冤枉她了？是我让她去天津银行取的钱，至于这钱是干什么的，我是干什么的，她都一概不知道。她就是个普通老百姓。你姐的事情，我们会认真调查的。
我们共产党有政策，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至于你姐到底是不是特务，以及要如何处理，那就要看你是否有立功的表现了。长官，我要立功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郑强去哪儿了？这我真不知道。我拿了钱，我回院子里，他就已经不在了。老三说他去和上线接头去了，但上线是谁，在哪儿接的头，老三也不知道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我再问你，上次你们从什刹海那边的小院逃脱，是谁给你们通风报信的？真没有人跟我们通风报信儿。你胡说，没人给你们通风报信儿，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我们要抓你们？跟个兔子似的，顺房顶就跑了。那天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和郑强还有老三，正准备吃饭呢，郑强突然和我们说暴露了，快撤。然后我们仨就收了电台，等天刚一黑，就顺梯子上房顶跑了。你好好想想，那天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，导致郑强突然发现你们暴露了？那天真没什么情况。不可能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，那好名儿的郑强怎么可能会突然警觉呢？再想，我想起来了，说。那天我们仨正在摆碗筷，窗外好像有货郎卖货的吆喝声。郑强一听见声，脸色都变了，把手里的碗筷往桌上一扔，就和我们说暴露了，让我们收拾东西，赶快走。货郎，再狡猾的特务，也会露出蛛丝马迹。老林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从解放开始到现在，你们分局有没有人做过什么可疑的事儿？哪怕有一丁点儿的反常反应。根据孙铁同志审讯上官小龙的口供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，在什刹海抓捕行动当中，给郑强通风报信的是个货郎。敌人太狡猾了，利用货郎吆喝的叫卖声中，安排了密语通知郑强，告诉他说他暴露了。这种传递消息的方式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所察觉。这个货郎肯定是郑强的上线，或者是他上线手下的特务。既然在北池子的抓捕行动当中，郑强去跟他的上线接头，而意外的漏网，那么要想抓到郑强，就必须要找到他的上线；要想找到他的上线，就必须抓到这个传递消息的货郎。科长，我马上去找胡英同志和田枣。他们那天一直守在郑强小院的四周，那个货郎他们一定见过。快去！是。胡英姐，刚才您跟铁蛋说那事儿，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还真想起来了。那天我们几个在监视郑强那院的时候，后街确实来了一个货郎，从院的后墙经过，嘴里还边走边吆喝着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一片货郎挺多的，所以我当时也没有留意。那你还记得那个货郎长什么样子吗？我就扫了一眼了。不过我敢肯定，那货郎肯定不是这片经常来的货郎。那他有什么特征吗？1米7几，然后长得有点糙，然后大概50多岁，
其他的我确实也没看清。他卖的是什么货？就嘴里吆喝着什么胭脂水粉、针头线脑什么的生活用品。我现在就要求大家，在咱们这片整个区域查找卖针头线脑、50多岁、1米7几的货郎。是，好。好。大鹏，有事儿啊？局长，刚才您不在局里，高科长派人通知我说，已经知道是谁给郑强通风报信了。走，去办公室谈。货郎？对，给郑强通风报信的就是那个货郎。他们有特殊的密语，当天货郎喊出了那个密语，郑强就知道他暴露了。这个情况市局已经通报给区公所了。现在红英姐正在发动所有的街道积极分子去找这个货郎了。田嫂曾经说她看见过那个货郎，说他大概有1米7左右，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相貌特征。现在我们派出所所有警员都出动去找这个货郎了。完了，又给泄露出去了。局长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什么，我现在就去市局找高科长他们。对了，局长，听说您去监狱是去提审犯人去了？行了，你别问了，你在这儿等我。我没回来之前，千万别轻举妄动啊！好。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林局长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我马上向市局通报，命令各分局在全市的范围内搜查这个货郎。那我现在就回分局交代任务。好。接到市局的命令，我们分局所管辖的所有派出所集体行动，在整个区域里搜捕给特务郑强通风报信的货郎。是。我一闭眼，全是货郎。是啊，每天只认那么多货郎，肯定认得眼睛都花了吧？铁蛋儿，我觉得这不是个办法呀。怎么说？你看啊，这全北京有多少个货郎？咱这样满大街的找，怎么说也会有落下的。再说了，那特务要是通风报信的时候伪装成货郎，平时生活中他不是货郎，那咱不是白忙活了吗？办法挺笨的。行了，枣，现在都开始学会动脑子了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如果连咱们都能想到的事儿，那上级领导能想不到吗？我觉得之所以这么干，一呢，是因为找货郎是唯一的线索，既然有这个线索，咱们就要去查。二一个呢，上级派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找货郎，或许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。可咱们的任务就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啊。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去抓货郎，而那个货郎只有你们几个人见过，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去指认货郎。我觉得吧，咱们还是听从上级的安排吧。只要找到这个货郎，咱们就能揪出给他们指派任务的内奸，也就是特务郑强的上线。
不好意思啊。田总，辛苦你了啊。先回去吧，啊。田总，怎么还没走呢？干嘛呢？啊，我走了，杜武他上厕所去。啊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全城都在查找你。这姓郑的会不会把你给交代出来呀？他要是把我交代了，我还能坐在这儿吗？啊！我明日告诉你吧，那天郑组长跟我接头，侥幸逃脱，根本就没被抓。哦，哎，这郑组长的命可是够大的啊，有好几回眼看着就要折了，嘿，都让他给溜了。哎呀，我说呀，您就是他的守护神，有您罩着他，算他是福大命大，造化大。既然共产党知道我们是怎么通风报信给郑强的，那郑强的手下一定把那天的情况告诉共产党了。你呀，现在太危险了。老大，当初就是您让我假扮成货郎给他通报信的，现在您看看，满大街都在抓货郎。行啊，让他们抓去吧。他就算把全北京的货郎都抓了，也找不着我。没事儿，我暴露不了。哎，说的也是啊，啊！钱包后是吧？那狗特务，我看你今天往哪跑！就不让我混出去！林局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别问这么多了，抓人。小李，走。哎，田总，你是怎么想起跟踪秦德富的？我打一开始就说这秦行的不是个好东西，那也没人信我呀。
后来我就琢磨吧，找不到这个货郎，就得找到给这个货郎通风报信的那个内奸。这内奸还能有谁？只能是那个姓秦的。我就打了个心思，我就跟着他，跟了个几天。第一天呢，他进了分局之后就再也没出来。这第二天，到了晚上换了便装就去了一个饭馆。出来之后我就感觉事情不对，我立刻就跟了上去。结果他碰到了分局几个同志，聊了2句，又回了分局。第3天，他去了一趟大棚的派出所，出来之后就回了分局。到了晚上他又换了便装，我就感觉不对劲儿，一路跟到他到那个小院里，然后就看到那个货郎。社长，你别说啊，我这2天吧，一顿饱饭也没吃，都饿瘦了，是吧，红英姐？小枣辛苦了，你可太神了！没想到你小小年纪警惕性这么高，还挺机警的。你说你干这事儿干嘛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这事儿越少人知道不越好吗？嘿，你跟我你还保密，你可真行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枣儿，幸亏邻居及时赶到。哎，对了，邻居啊，您是怎么找到那个小院的？难不成你也在跟踪秦德富？林真同志啊，自打知道咱们内部出了奸细以后呢，就开始怀疑到秦德富身上了。他来市局呢向我汇报，我们就定下了在全市范围内搜捕这个货郎的计划，目的就是打草惊蛇，逼这个秦德富跟那个货郎连线。啊，我说呢，动用这么多警力去抓捕货郎，连田枣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。像您这么聪明的领导，怎么可能用这么荒唐的招呢？感情是为了这个？你刚知道啊？哎，老林，你是怎么怀疑到秦德富身上的？哎呀，秦德富啊，解放以后呢，工作都是十分积极的，我也没发现他跟什么特务分子有什么秘密接触。但是百密必有一疏。当我知道有奸细通风报信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然后我就把解放以后所有的这个破获的大案都捋了捋，我发现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比如啊，这个医院暗杀案，女杀手周平在被我们抓到之前，她被杀了。还有那一次我们抓捕郑强，扑了个空，郑强逃脱。包括这一次，有人给郑强通风报信。我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联系在一起，我发现啊，每到关键时刻，或多或少都有这个秦德富的影子。是吗？邻居啊，你有证据吗？我们就拿这个周平被杀案来说啊，这个隐藏在分局杀害他这个姓穆的伪警察，就是通过这个秦德富知道周平暴露了。当时秦德富跟我说，他是无意中告诉姓穆的，他要去这个河北锦县做外调。我当时呢就想，他不是故意泄露的，就没太当回事儿。后来呢，我就去监狱里提审了这个姓穆的，他呢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这个是应该是可以，不太好说话，但是也得跟好老穆，过来一下。哎呦喂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啊，是这样的，那个林局长啊，让我到河北景县去做个外调，你要是没事啊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啊，河北景县呀？啊，外调？调查谁呀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秦科长，我这手头一大堆事儿呢。这要说河北景县也不算远啊，可这一来一回，怎么也得个1、2天，我实在抽不开身呐。得，你们这些人也不听我招呼。别介，你可别这么说。不这么说怎么说呀？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啊，也不听我使唤，我还是一个人去吧。走，你忙着啊，你忙着。哎，秦科长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秦德富并不是无意泄露的，而是他主动，把去景县调查周平的事儿透露给姓顾的。没错，这个姓穆的一听说是景县，就知道是暴露了。
所以呢就没有跟秦德富一块儿去。但是姓穆的呢又不知道这个秦德富是特务，他以为秦德富是找他帮忙，这就证明秦德富知道这个姓穆的是特务，他是有意的啊，把这个消息通报给这个姓穆的。另外还有那次我们设计抓捕这个郑强，秦德富也在场，包括这一次，都有可能是秦德富故意找这个货郎给姓郑的通风报信。所以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跟高科长设计商量了这个打草惊蛇的策略，通过跟踪秦德富找到这个货郎，来证明秦德富是特务。其实老林刚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只是想碰碰运气，没想到，还真抓到了秦德富这个特务。只是我没想到啊，这个田枣同志这么聪明，他能想到跟踪秦德富啊。这几天的跟踪呢，都在我眼里，本来想制止他的，因为我怕他引起这个秦德富的警觉。可是后来我发现，田枣同志比我还熟悉这个地形啊，而且这个跟踪技能十分高超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制止他，我就在暗中啊一直保护田枣。哎，我说枣啊，你可真得好好谢谢邻居啊，人家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是，这件事情的确是要好好谢林局长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我从一开始我就说这秦德富他就是个特务，不是个好东西，但他压根就不信我。要是他早就信了我，那还能有那么多事儿啊？那姓郑的不早就抓到了？你说的对啊。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枣啊，你说你刚刚怎么回事啊？好歹人家邻居啊救了你的命，你刚刚那么说话，让人家多下不来台啊！我说那是实话，他救了我，我谢谢他了，但这是两码子事儿。真是拿你没辙。好在秦德富已经落网了，现在高科长正在对他进行审讯，相信郑强也躲不了几天了。等抓到郑强这个狗特务，咱们呀就能喘口气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收到大勇写的信了。是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这几天，不过我看那日期，其实都有2月了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他好着呢，而且由于他作战英勇，还受到了上级的嘉奖，还说想我了，想梅湖了，想小峰了，也想你了。真好，没想到大勇这孩子都当上英雄了，真替他高兴。哦，对了，大勇说了要回来吃咱俩的喜糖，所以等抗美援朝结束，他回国，咱俩就成婚。不是，哼。行，枣啊，我明白了，我还是得盼啊。快了。秦德富呀，秦德富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没想到你这个国民党大特务，一直潜伏在我身边。不过再狡猾的敌人也会露出马脚。这不，你终于坐在你该坐的位置上了。林局长，这我还得要感谢您呢，谢谢您这几年的关照。行了，少说这些没用的。说吧，怎么才能抓到郑强？郑强，我想他此时此刻已经成了过街老鼠，惶惶不可终日了。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的精英，在北京又经营了这么多年，人们常说狡兔3窟。我想他8窟10窟都可能有了。
再说他受了那么大的打击，现在早就不知道猫哪儿去了。你们想抓他，难于上青天啊！秦德富，你毕竟在我们的政府机关工作这么长时间，对我们共产党人做事的风格应该很清楚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秦德富有幸在人民政府机关工作了几年。说实在的，我真佩服你们共产党。眼看着身边的老百姓安居乐业，脸上都有了笑容，抽大烟的没了，嫖妓女的没了，就连大街上要饭的孤儿都没了。你们共产党牛，是个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党，这比我们国民党强多了。朝鲜战争爆发以后，我们还梦想着第3次世界大战能开打起来，我们有反攻大陆的机会。可是你们的军队居然把美国人都打得稀里哗啦的，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哼，反攻大陆，简直是白日做梦啊！现在所有潜伏在北京的党国人员都彻底丧失信心了。8个字，最能表达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状况。哪8个字啊？丧家之犬，苟延残喘，真实写照啊！秦德富，既然你已经有所觉悟，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呢？好吧，目前只有我能帮助你们抓到郑强。我也想明白了，他郑强在外面东躲西藏、漫无目的的过日子，到后来也逃不过你们共产党的法网，还不如早死早脱生。我在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。还有就是啊，我想给北京的老百姓最后做点事儿，也给下辈子自己积点德。行，说吧，怎么抓郑强？你们要抓郑强，首先要做到的是封锁我被抓到的消息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们已经在做了。我相信你们会的。不过这个消息不用封锁多久，3天之后，就是我跟郑强约定接头的日子。他一定会到。来了，我能不来吗？我那天从这儿回去，我发现我那助手被共产党给围了。多亏了我那天在这儿跟您接头，要不现在我也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了。先生，您不知道这1个月我是怎么过的，简直就叫暗无天日。我连出门买口吃的都不干。我就发现无数双眼睛盯着我。先生，我求求您，您跟上头给我求求情，
让我赶紧撤离这北京。这恐怖的城市，我要再待下去，这都没法活。郑强，你也可以解脱了。叶郎先生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伤心那是谁家？师傅，您今天唱的这段昆曲儿和往常的细皮二黄不太一样啊。梅湖，听出来了。师傅跟你讲啊，这昆曲又称昆腔，行腔优美，以缠绵婉转、柔慢悠远见长，讲究的就是一个顿挫急徐和咬字儿吐音。咱们常用的水磨腔啊，除了一板三眼、一板一眼之外，还有赠板曲儿。平、赏、却、入，也就是说，在唱每一个字儿的时候，都要注意咬字儿的头、腹、尾，也就是咬字儿、过腔儿和收音儿，懂了吗？姐，你找我啊？小枣，这位志愿军同志，他有个事儿要跟你说。志愿军同志你好，有什么事情找我？你就是田枣同志吧？我是。那隋大勇同志是你弟弟？对，大勇是我弟弟，虽然不是我亲弟弟，但跟我一起长大。是大勇出了什么事情吗？田枣同志，事情是这样的：5次战役之后，志愿军、朝鲜人民军还有美方进行了停战谈判。在这段时间，虽然大规模武装交火已经停止，但小规模交火还是时而发生。隋大勇同志所在的连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被美方帝国主义军队伏击。隋大勇同志表现得很英勇、顽强，但在最后撤退的时候，他为了掩护自己的部队，光荣牺牲了。小枣，大勇是为了掩护战友牺牲的，他是英雄，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，他没给你这个姐姐丢脸。没错。隋大勇同志作战顽强、英勇，在他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役中屡创佳绩，他也因此受到了致司的赞赏和嘉奖，也给他颁发了1级战斗英雄的喜报，还有荣誉证书。他还受到了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所颁发的战士荣誉勋章。隋大勇同志是一名真正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。弟弟遗体呢？隋大勇同志的遗体和其他千千万万牺牲在朝鲜
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们一样，都被安葬在了朝鲜。他将在那里一直继续守护着朝鲜的3000里江山。这些是隋大勇生前的遗物。他之前的战斗部队委托我，把他交给他家人手中。旭日从东方升起，苦难的阴霾已经散去。我朝着太阳深情仰望，红了云，红了霞，红了我的心。一面红旗在天安门升起，这个坐标从此万众汇聚。看祖国大地，万山红遍，红了天，红了地，红了新的世纪。我亲爱的祖国，我心中的母亲，你让我停止了脊梁，你的苦，你的笑，连着我的呼吸。我亲爱的祖国，我心中的母亲，我要让你更加美好。你的情，你的爱，让我始终如一。